会相见。回到爱的起点，代替不了昨天，更像是一次冒险，期盼着永远。准备一场纪念，回到我身边，试图把爱填满，只剩一句再见。时光就是思绪，沿着光线飘远，带着你的礼物重返回过去。宿命的遇见，时间倒数遇见你，我愿一直在你身边。如果时间能够倒数遇见你，会微笑对你说好久不见了。想问你是否也在心里呼唤，相信爱的信念可以超越一切。林淼，你跟苏成，你认识我男朋友啊？啊？谁呀？苏成军啊。刚才有人说他上天台了，可是我来这找一个人也没有。你是不是他同事啊？他在哪儿你知道吗14楼市场部。谢谢。哎，等等，你很喜欢你男朋友吗？那还用说，我要一辈子跟他在一起的。焦总，我是您的助理，给您送伞是我的本分，请你不要再说这些不明不白的话了。原来你来这儿要找的男主角不是我。小军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说了，别来公司找我。我这不是看你最近没有接我电话吗？就想来看看你。我也说过我在忙。啊，我知道。哎，林助理。好，我马上派给你。谁啊？不是。哪个同事啊？我见过吗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是不是他？林淼对吗？你怎么知道？他下班了吗？我找他去。林淼，够了！他勾引你还是你勾引他？说。小军，如果你再这么不成熟、这么幼稚的话，我想我们是时候彼此考虑一下，是不是在一起？微风好像还没走远，爱你多余的无言，老地方总没变。花瓣加故事蔓延，瞳孔为谁开写？那一幕幕想挽回的从前。你说拥抱难以忘却，渐渐飘散的
却怎回头去见？漫天回音的喜悦，永恒的碎片，相信我会微笑。按照指令的期限，还剩下不到1个多月的时间了，得加快帮助骄阳当上总裁才行。你和我的每个画面，时间倒数在从残缺的完全，就让这相逢的起点，竟是我们幸福瞬间，用尽一切跟你说未来，来得及看见。你说拥抱难以忘却，渐渐飘散的夜，却怎回头去见？漫天回音的心愿，永恒的碎片，相信我会微笑阻止你哭着说再见，就让这相逢的起点，你和我的每个画面，时间倒数在从残缺的完全，就让这相逢的起点，正是我们幸福瞬间，用尽一切跟你说未来，来得及看见。你和我的每个画面，时间倒数在从残缺的完全，就让这相逢的起点，正是我们幸福瞬间，用尽一切跟你说未来，来得及。姐，孺子可教啊，都知道主动通宵加班了。有事吗？看你没回家，知道你肯定吵着要换西装。给你送来了。费心了，不过小新已经帮我买好了。娘，回来了，辛苦了。随时可以开会。那现在吧。走。走。非常感谢各位这2天以来的努力，我们这次募捐活动终于要交上答卷了。苏经理，麻烦你跟林助理还有赵总监对一下你们整理的捐款候选平台的资料，由赵总监最后决定得出。将善款发出，我们这一站就算是大功告成了。好的。至于剩下的人呢，开始跟我准备接下来的新项目——人工培育锦兰基地的开发。我们要靠这个项目打一个翻身仗。好。至于林助理，之后恢复日常工作就行了。锦兰项目不用你干。什么？大会。怎么了，林助理？焦总，我最近工作上有什么失误吗？有吗？那我有说错什么话吗？有吗？那你态度为什么这么反常？怎么才算不反常？林助理，我工作上对你不公吗？没有。我私底下对你不好吗？也没有。那既然如此，你为什么说我反常？因为你平常不这样。我只是觉得公事公办的上下级关系对你好多好。以后上班自己打车，打车的钱记得开发票，我会让财务报给你。
划清界限，这样最好。赵总监，这2家捐助平台是经评估后确定的最适合我们这次募捐性质的平台，请您过目。各方面的数据都很接近，2选1真的挺难的。苏经理，那既然这样，你觉得这2家平台哪一家更能为宏宇带来声望？我尊重你的意见。这家。苏经理啊，你4签协议的事儿我可有听说哦。我可没有焦总那么善良，我这个人呢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，所以我尊重你的意见，但不采纳。鱼咬钩了。手杆。你要辞职？蒋柔刚刚已经将善款汇给了由赵总监确定的第三方平台，对方也确认收到，集资捐款的事情也算告一段落了。我呢，也该功成身退了。是因为董事长吗？不是，只是以我这样的身份，确实不太适合待在宏宇吧。行，既然你自己决定了，我尊重你。苏经理，以你的能力，以后不管是在宏宇还是在其他地方，我相信都能一展宏图。谢谢焦总。我是苏成军，明天就可以入职，相信未来在中青的工作一定会非常愉快。为什么不吃饭？不饿。不饿也得吃，公司的午饭是按人头算的，不吃浪费了。焦总，我一个小助理，吃不吃饭这种事情就不劳您费心了吧？林助理，哎，苏经理，有事吗？明天我就正式离开宏宇了，你要是不介意的话，可以陪我一起吃个饭吗？离开宏宇？我刚刚已经向焦总正式提出辞职了。焦总，上司的决定需要向您打报告吗？你放心，这是我自己的选择。马上6点。你要去吗？我去不去？你去不去这种事情就不用我费心了。焦总，捐款的事情我已经按照赵经理的吩咐完成了汇款，对方说明天一早就会给咱们出具官方证明，相信舆论风波很快就会平息下来了。还有一样东西要请您过目一下。人工培育进来的可行计划书，你做的？是我从林助理的废纸箱里发现的。我不是说过别让他碰这个项目吗？从这个厚度上来看，他应该是从您第一次提出这个想法就开始着手了。
也不知道林助理费了多少功夫。什么工作这么忙啊？你怎么感觉每天都争分夺秒呢？人的时间很宝贵的，当然要精打细算了，千万不要浪费在不值得的人事上。又来了。我倒是好奇，什么是重要的事儿？你愿意在什么事情上浪费时间，那个事就是重要的事；你愿意在什么人身上浪费时间，那个人就是重要的人。懂了吗，焦总？苏经理，你为什么要辞职啊？是因为那天董事长的话吗？这家餐厅菜品优秀，离公司又近，是我很喜欢的餐厅。但是，我也不能只光顾这一家呀。苏经理，你跳槽了？在新的公司，我将会是总监。恭喜你啊！我相信，不论你在哪儿，都会有个好前程的。林助理，你真的这么相信我吗？其实有件事，我一直想跟你说。一直以来，我都有一种奇怪的感觉，我觉得好像和你认识了很久。我从来不曾想过，会有一个这么了解我的人出现。我甚至不需要说话，一个眼神，他就能明白我在想什么。苏经理，我突然想起来了，焦总还有点事儿要找我，不好意思，我先走了。林助理，或许我今天突然说这番话有些冒昧，但是我只是希望你能够给我一个追求你的机会。不好意思啊，还不能答应你。原因很简单，因为他喜欢的人是我。失陪了，走。焦阳，你为什么什么都要和我抢？是焦总，你这样。焦总，焦总，你放手。焦总，您这是做什么呀？是你说要划清界限呢？我后悔了。林淼，我的事情对你来说是值得浪费时间的事儿，对吗？不对，我这个人对你来说是值得浪费时间的人，对吗？不对。你之所以这么回答，是因为你来自未来。上次在岳阳山庄庆功宴的时候，你喝多了，告诉我的。焦总，酒后的话怎么可以当真呢？喝多了胡说八道。这两样东西你应该很熟悉吧？上次李美君来公司时落下的。林淼，我什么都知道，你也什么都不用隐瞒。
我真的不在乎你是从哪儿来的，我也不在乎你到底是谁。我现在只想确认一件事：我喜欢你。我不喜欢你。我不信。焦总，我对您所做的一切，不过是出于对工作的尊重。如果和您工作期间，我的方式和分寸让您产生了误会，我很抱歉。骗人的吧？可是你上次明明说，如果我们两个不是一个时空的……焦总，您也是个成年人，想问题理智一点。酒后的话，李淼啊，捐款出问题了。啊？我们都收到捐赠证书了，他们怎么可能收不到我们的汇款？不可能！在发稿前1小时，我和小新已经确认了银行的收款记录，而且对方给我们发回了收款的截图。从汇款到新闻发稿，方方面面我都确认过了，不可能出。您拨的电话号码是空号。空号？请查询。我昨天还能拨通，今天就空号了。我们怕是被骗了吧？什么？可是咱们的名单不是经过苏策划、林助理还有赵总监层层确认过的？不对，捐款平台最后是我拟定的，但名单是苏成军拟的。苏成军，苏总监，苏总监好，苏总监好，司仪人好，苏总监好，苏总监好，好声音，很年轻。
请进。你好，苏总监，我是您的助理，你可以称呼我小陈，尔东陈。你把公司目前正在进行的项目资料，所有的都整理一份给我。啊，还有啊，市场部近5年的财务报表，我也需要一份。这么多吗？您一次看得完吗？要不等您项目资料看完，我再通知他们。小陈，你记住，同样的话，我不喜欢说第2遍。学会执行上司的话，是最基本的职场美德。不好意思，苏总监，我现在立马去通知财务部。肖总，你不是要平息舆论，给外界和董事会一个满意的答复吗？这个结果也太让人满意了吧？董事长，咱小焦董上任以来，那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出事啊。董事会已经给了他机会，这件事事关整个宏宇集团的声誉，恐怕董事长您要给在座的董事们一个说法了。一个公司的管理者犯下了诈骗的诚信问题，以后还有哪个公司敢跟我们合作？对不起各位，是我辜负了董事会的期望，我会履行承诺，辞去宏宇集团副总裁一职。焦总，你先不要冲动，这件事我们董事会内部还需要讨论，不如还按老规矩，投票决策。董事长以为如何？我反对焦总辞职。名单是苏成军拟的，他一定是在里面动了手脚，我们不能这么轻易放。可是咱们没有证据啊，就算要报案的话，从流程上来看，平台方也是咱们联系的。枉我平时那么欣赏他。林助理，这件事情也有你工作上的失职吧？这么说的话，总裁办每个人都有责任。该负的责任我一定会负的。这个时候相互指责是最没有意义的，当务之急是找到应对之策。这样吧，小金，你先去趟法务部，把具体的情况告知他们，看看他们有没有什么办法。好。周总监，宣传口径那边只能靠你了，实在不行的话，用点关系吧。好，包在我身上。这苏成军，我不会放过。同意焦总辞职的请举手。董事长，您和赵董这是选择弃权吗？我没有异议。有过当罚，这点无可厚非。不过，在会议结束之前，我希望各位董事先看看手里的这份报表。这是历史第1季度的盈利报表，怎么比上一季度和去年同期增长了这么多？没想到天台婚礼和业者会的效果如此出众。各位董事，虽然自焦阳出任宏宇副总裁以来一直风波不断，但他对应做出来的成绩，相信大家现在也有目共睹。年轻人嘛，总要给他们试错的机会，才能成长。我不反对各位董事辞退焦阳的决议，不过我希望公司能给焦阳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。我刚刚收到消息，恒远地产将会在3天后就开发区的一块商业用地，在全市范围内进行招标。我手上的这份是内部文件，正式的招标文件将会在稍后面向全市有意向的企业公开发放。我提议由焦阳暂时以普通项目组长的身份，代表宏宇去参加竞标。如果他失败了，公司不会有任何损失。
但如果他成功了，恒远在业内的地位大家是知道的，必将会给公司带来巨大的效益。到时候我们再来判断焦阳到底是不是一位合格的副总裁。各位董事，以为如何？要命了，要命了！你坐下来说吧。大呼小叫的干什么？还有比诈捐更要命的事情吗？婷婷，现在我们都心系焦总，没有时间听你说那些捕风捉影的八卦。焦总辞职了啊？辞职？真的要命了？你确定不是董事会开除了他，是他自己辞的职啊？对呀，是董事会内部进行了投票，4对1同意焦总辞职。不好意思，各位打扰一下，人事部接到董事会的通知，这段时间呢取消焦总、副总裁的所有待遇，包括打车、外出和宴请，都要向公司做申请。副总裁办公室呢，现在就要被封锁。不许你们动焦总的东西！要小心焦总办公室先过我们这一关。在焦总没有回来之前，是我们不能配合你们的工作，好吗？对，这里出了什么问题？你们谁来负责啊？对啊，这是董事会的命令，请大家配合。走。哎，住手！让我们上。耽误你的工作了，辛苦。谢谢焦总。站好。大家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但他们只是秉公执法，我们没必要去难为他们。焦总，对不起啊，这次的对接工作我本可以做得更细致一点的。你也别这么说，其实换个角度想一想，你是帮了我。真的，我早就想跟大家这种近距离的一块工作了。再说那个位置下来之后，我挺轻松。行了，咱们不说这个，我呢还有2件很重要的事情，需要大家陪我一起把它完成。有没有信心？焦总，您都已经辞职了，公司为什么还要派任务给您啊？因为有些时候危机是可以转变成机会的。什么意思啊？焦总的意思是，如果这次竞标我们可以顺利完成，你就有机会复职了。以退为进，最终之战。太好了，焦总，我们一定全力以赴，帮您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。好，接下来这段时间我会以组长的身份带着大家一起参与这次竞标，但这次竞标对我们来讲是一次挑战，所以说未来的时间大家可能要辛苦一点。还有就是，各位以后要称呼我为焦组长，你永远都是我们的焦总，就你会拍马屁。还有就是，我已经不是宏宇的副总裁了。还感谢各位愿意陪着我。焦总说什么呢？咱们总裁办上下一条心，焦总明天就要打卡了，千万不要迟到。我尽量。焦总，你可能需要办理一张员工的食堂饭卡。好，那你带我去办一下。对了，焦总，那以后去哪边办公呀？哎，林助理旁边不是空了一个位置吗？焦总，要不然你就坐了林助理旁边呗，这样你们交流工作也方便。我们先不说这个问题了。我们现在当务之急要解决的事情就是捐款问题，还有就是恒远的竞标。我们一起加油！陈军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冷静地想了想，我觉得我们之间的问题是彼此沟通的太少，就是最近我们见的也很少，聊的也很少，连你换工作了我都不知道。新公司有很多工作要处理，还没来得及跟你讲。那你为什么突然要换工作啊？你以前什么都跟我说的。找份工作吧，小娟。我已经有新的工作了，你也应该有自己新的生活。
有什么新生活啊？乔总，您还不下班啊？不着急。对了，这个给你。什么呀？这个是林助理今天下午整理的关于这次捐款的全部细节。他说要我把这个文件交到董事会去，替您去澄清。这都什么跟什么呀？怎么什么事都往自己身上揽呢？他人呢？他说他今天还有很重要的事情，就先回去了。啊，行，你先忙你的吧。行。奶奶，昨天那个男孩跟我表白了，但是我拒绝了。我们本来就是两个世界的人，根本不会有结果的。也好，划清界限也挺好的。我本来想着就把公司的事情做好就可以了，但我又信错了人，害他被迫辞职。乔总带我去月柔，本来是想提拔我，没想到我什么忙也没帮上。苏经理，你也不要太自责了，你已经做得很好了。如果我那几天能够多留意一下山庄的异常，说不定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。总之，现在最重要的是如何帮焦总摆脱困境。其实，我倒是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做公益。公益？对，我们可以有针对性的对官方环保组织进行慈善捐款。那些环保爱好者无非是误会我们在破坏环境，我们只要用行动告诉他们，我们愿意为环保出一份力，再加上官方的认可，这样一来，相信风波很快可以平息。虽然他说没关系，还有机会可以弥补，但是我看他安慰我们大家的样子，我心里反而更难受。他还不如就直接骂我一顿，或者干脆不理我，我心里还能好受点儿。回来啦。不早了，早点休息吧。我不困。你这样我睡不着啊。不好意思。
方总没变。花瓣加故事那一页，瞳孔为谁开写？那一幕幕想挽回的从前。你说拥抱难以忘却，渐渐飘散的夜，却怎回头去见？漫天回音的喜悦，永恒的碎片，像希望会微笑阻止你哭着说再见。就让这相逢的起点，你和我的每个画面，时间倒数在从残缺到完全。就让这相逢的起点，正是我们幸福瞬间，用尽一切跟你说未来，来得及看见。就让这相逢的起点，你和我的每个画面，时间倒数在从残缺到完全。就让这相逢的起点，正是我们幸福瞬间，用尽一切跟你说未来，来得及看见。